大家好，我是北医药剂部药师。今天的卫教影片主题是糖尿病与心衰竭相关性简介，并且会针对 Kerendia 这个药物做介绍。首先，新陈代谢症候群 （CKN syndrome） 是由美国心脏协会提出的整合性疾病概念。它指出，代谢异常、肥胖、慢性肾脏病与心血管疾病是相互联动的全身性系统失衡，而非独立发生的单一疾病。开始于过多或功能异常的脂肪堆积，引发全身性发炎与胰岛素阻抗，进而导致高血糖、高血压与血脂异常。这些代谢失调会启动心脏、血管与肾脏的破坏，而肾功能损伤又会加速心衰竭、心肌梗塞、中风等，形成致命的恶性循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糖尿病与心衰竭就对应到其中的代谢异常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与心衰竭呈现双向关系，会相互影响另一种疾病的发展和进程。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风险增加约2到4倍。会提高几率的因素包括糖尿病病程较长、糖化血色素控制不佳、高血压、周边动脉疾病、冠状动脉疾病、白蛋白尿、血清肌酸酐升高、慢性肾脏病以及肥胖等。这群患者的心衰竭简单来说，除了糖尿病广为人知的大血管病变、小血管病变、神经病变，还有长期高血糖状态及胰岛素阻抗造成的糖尿病型心肌病变，指的是在没有冠状动脉阻塞或高血压情况下，心肌组织也会因为长期发炎而肥厚、纤维化与僵硬，直接发生结构或功能的异常，最终导致心衰竭。那 RAAS 肾素血管张力素醛固酮系统是糖尿病造成心衰竭的关键生理途径。正常情况下，当血压下降或肾灌流不足时，肾脏会分泌肾素，促进血管张力素2活化，使全身小动脉收缩以提升血压，同时刺激肾上腺分泌更多的矿物性皮质素，也就是醛固酮。醛固酮与 MR 受体结合，促进肾脏回收钠离子与水分，使总血量增加，以保持体液及血压的平衡。但慢性心衰竭、慢性肾脏病或肾动脉狭窄、糖尿病或高醛固酮症、高血压可能使 RAAS 长期过度活化，造成心脏血管、肾脏组织纤维化及器官损伤。在心脏方面的影响，因为过量的血管张力素及醛固酮会直接干扰细胞生理，造成心肌肥大、心肌纤维化、细胞死亡等，最终导致心脏重塑或心衰竭。另外，它们也会间接增加心脏的负荷而恶化病情。许多药物便是借由阻断 RAAS 的生理机转来达到降低血压与保护心肾功能的目的。患者的心衰竭药物治疗原则除了稳定血糖控制外，更强调心肾保护，以预防心衰竭与心血管事件，并延缓慢性肾病发展。具有心脏保护效果的常用药物有 SGLT2 inhibitor、RAAS inhibitor 包含 ARNI ACE inhibitor 以及 ARB、Beta blocker 及 MRA。今天的主角 Kerendia 就属于 MRA， 也就是矿物性皮质素受体拮抗剂。那这边大致列出药理分类、临床实际的选择与组合，需要由医生进行专业评估，不可自行调整或停药。商品名称是 Kerendia 可升达摩伊定，成分是 Finerenone。本院有提供10毫克及20毫克两种品项。它是一种非类固醇型高度选择性的矿物性皮质素受体拮抗剂，又称 NSMRA， 可以阻断 MR 的过度活化，抑制组织发炎与纤维化，防止患者肾脏功能恶化与心血管损伤。化学结构属于较新的非类固醇型，与传统的第1、2代类固醇型 MRA 不同，对于目标受体选择性极高且结合力强，对其他雄性素、黄体素、雌激素
和糖皮质素受体则没有作用。因此它具有以下优势：心脏与肾脏组织间1:1均匀分布，都有良好的器官保护效果。引发高血钾的风险与程度相对较低，也极少引起性激素相关的副作用，如男性女乳症、性功能障碍、月经失调等。目前核准用在第2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脏病成年患者，来降低肾丝球过滤率下降及末期肾病的风险，降低心血管死亡、心肌梗塞以及因心衰竭住院的风险。新增的适应症可用于心衰竭且左心室色素分率大于等于 40% 成年患者，来降低心血管死亡、心衰竭住院及心衰竭紧急就医的风险。那要怎么使用这个药品呢？ Kerendia 是口服定剂，每日1次，固定时间服用，饭前或饭后皆可，没有特别的限制。吞咽困难可以磨碎后与水或软质食物混合，并立即食用。医生开立首先会考量病患的血钾浓度，若在合适范围内才会开始药物治疗。初始剂量则由病患的肾丝球过滤率 eGFR 决定。持续用药过程中有必要监测血钾浓度及 eGFR 以进行剂量调整或者是维持。最主要副作用是高血钾症，几率比传统 MRA 低，但仍是需要注意的指标。症状可能有恶心、呕吐、腹泻或腹痛、心悸或胸闷、肌肉无力、酸痛或抽筋、神经麻木或刺痛感。发生高血钾的风险随着肾功能下降而增加，并且在初始血钾浓度较高或有其他危险因子的病人中风险更高。其他常见副作用为低血钠症、低血压、过敏反应等。最后提醒正在使用 Kerendia 的患者，第一点，开始治疗前用药初期以及后续治疗期间，医生可能要求抽血追踪血钾与 eGFR， 请务必配合，以利于药物用量的调整。第二点，服药期间禁止食用葡萄柚、柚子、杨桃，这类水果会影响代谢，造成药品无法顺利排除，堆积在体内，进而增加副作用的发生。另外，也要避免摄取过量的高钾食物，如菠菜、地瓜叶、香蕉、奇异果。Kerendia 与特定药物成分存在交互作用，可能造成副作用发生几率提高，因此请告知医疗人员目前正在服用的药品与保健食品。第4点，若患者为孕妇、哺乳中妇女，应主动说明身体状况，由医师判断是否适用。最后，希望大家注意副作用发生的可能，定期监测血钾及肾功能，遵守医嘱及饮食限制。若有疑问，请善用医疗人员专业咨询，共同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我的报告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